病啊，到底是怎么来的？很多叔叔阿姨心里都怕，怕的不是病本身，怕的是他突然找上门，怕的是昨天还好好的，今天一查，血压高了，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人一下子慌了。可我跟您说句实在话，很多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下子砸下来的，它更像水滴石穿。今天多吃一口咸菜，明天少走一段路，后天又熬一个夜，嘴上说没事，身体却一笔一笔都记着。年轻的时候，身体像一间新房子，哪里漏点风，哪里进点灰，修一修就过去了。年纪上来以后，身体像住了很多年的老房子，墙皮会松，水管会锈，电线会老，不是房子没用了，是更需要保养了。人也一样，病从哪里来？很多时候就从我们天天不当回事的小习惯里来。您想想看，早上起床不喝水，先来一碗重油重盐的面，中午图省事，随便对付2口。晚上孩子回来，高兴多吃点，电视一开，瓜子花生不停嘴，饭后说累不想动，夜里刷手机，越刷越精神。第二天又说，哎呀，人老了没办法。其实不是没办法，是身体一直在提醒您，只是声音很小，您没听见。血管不会突然变硬，肝脏不会突然累坏，关节也不会突然疼到走不动，它们都是一点点被消耗的。最怕的就是小毛病不管，小信号不听，小习惯不改。很多老人觉得能吃能睡就是没病，这个话只说对了一半。能吃能睡当然好，可身体里有些变化，早期未必疼，也未必难受。比如血压高，有的人没感觉血糖偏高，有的人也没感觉血脂异常，更常常悄悄来，等到头晕了，胸闷了，脚麻了，眼花了，才想起来检查，那时候就麻烦多了。所以我常说，病不是从医院里查出来的，病是从生活里养出来的。医院只是把结果告诉您，真正的原因往往藏在厨房里，藏在饭桌上，藏在沙发里，藏在熬夜的手机屏幕里，也藏在长期憋着不说的心事里。您别嫌我说的直，人这一辈子吃饭这件事真的太重要了。吃得太咸，血管容易有负担；吃得太油，血脂容易出问题；吃得太甜，血糖调节就吃力；吃得太撑，胃肠也累，体重也容易上来。很多长辈心疼孩子，剩菜舍不得倒，硬往自己嘴里塞。今天剩半碗，明天剩一盘，嘴上说不能浪费，可身体替您受罪。还有些人觉得粗茶淡饭没味道，非要咸一点、辣一点、香一点。可是年纪大了，味觉会变钝，您觉得刚刚好，身体可能已经觉得太重了。盐不是毒，油也不是毒，糖也不是毒，真正的问题是天天过量，长期过量，不知不觉。病就是这样来的，它不敲锣不打鼓，它悄悄坐在您的饭桌边，陪您吃了很多年。再说运动，很多叔叔阿姨一听运动就害怕，以为要跑步要出大汗，要练得气喘吁吁。不是的，年纪大了，运动最重要的不是拼命，而是规律。能走就走一走，能站就少坐一会儿，能晒太阳就别整天闷在屋里。人一不动，肌肉就少，关节就僵，心肺功能也会下降。肌肉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人更需要肌肉，肌肉多一点，走路稳一点，摔倒风险就少一点，吃进去的糖也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很多慢性问题和长期不动有关系，不是说动一动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这话不能乱讲，但不动一定会让很多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您看那些每天慢慢走路的老人，不一定走得快，可精神头往往不一样。走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厉害，是告诉身体我还在用你，你别太早生锈。还有睡眠，这个是很多人最不重视。年轻人熬夜，老人也熬夜，年轻人刷手机，老人刷短视频。
晚上11点不睡，12点还精神，嘴上说睡不着，其实越刷越睡不着。睡眠不是浪费时间，睡眠是在给身体做修补，血压要调整，血糖要调节，免疫力要恢复，大脑也要清理疲劳。长期睡不好，人会烦，心会慌，胃口会乱，血压也容易波动。很多叔叔阿姨白天没精神，下午打盹，晚上又睡不着，越乱越累。这个时候别急着怪年纪，先看看白天动得够不够，晚上是不是太兴奋，睡前是不是喝浓茶，心里是不是压着事。病有时候不是从身体开始的，是从睡不好开始的。再说情绪，这个最容易被忽略。很多老人嘴上说我没事，其实心里装着一堆事。孩子工作不顺，担心孙子成绩不好，担心老伴身体不好，担心钱够不够花，担心自己哪里不舒服，又不敢说，还是担心，天天担心。身体就像一根一直绷着的皮筋，绷一天没事，绷一年就累，绷久了就可能出问题。情绪不是矫情，长期焦虑、委屈、生气、孤独都会影响睡眠、胃口和身体调节。尤其是有些叔叔什么事都憋着，觉得男人不能说累，不能说怕，可身体不会因为您嘴硬就少受一点伤。该说的话要说，该求助的时候要求助。人老了不是要逞强，是要学会和身体商量。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叫遗传。父母有高血压，自己要更注意；家里有人血糖问题多，自己也要早点关注。家族里心脑血管病多，更不能大意。遗传不是判决书，不是说家里有您就一定会有，它更像一个提醒，提醒您这方面底子可能弱一点，需要更早保养，更规律检查，更少冒险。很多人最容易走极端，一听遗传就认命，说算了，反正躲不过。这个想法不对。也有人完全不当回事，说我现在没感觉，这个也不对。真正聪明的人是知道自己的风险，然后把生活慢慢调顺，能少盐就少盐，能动就动，能早睡就早睡，该体检就体检，不是为了吓自己，是为了心里有数。病还有一个来源是环境空气不好，粉尘多，长期吸烟、二手烟、厨房油烟，这些都可能影响呼吸系统。尤其很多阿姨做饭几十年，厨房一开火，油烟很重，抽油烟机还舍不得开大，觉得费电。可是费比电费贵多了。做饭的时候通风少爆炒，油烟机早开一会儿，晚关一会儿，这些都是很实在的保护。还有一些叔叔烟抽了几十年，说戒不了，您戒不了也别骗自己说没关系。烟对肺血管、心脏都有负担，能少一支是一支，能寻求医生帮助就寻求帮助。酒也是一样，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酒，更不是每天喝一点就一定养生。这个话千万别乱信，身体已经有问题的人更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病从口入，这句老话有道理，但我还想加一句，病也从心入，从懒入，从熬入，从拖入拖，是很多病变麻烦的重要原因。小便不舒服，拖胸口闷，拖头晕，拖牙疼，拖便血拖，体重突然下降，也拖很多老人怕去医院，怕花钱，怕查出毛病。可您想啊，早发现小问题可能简单处理，拖到后面花的钱更多，人也更受罪。看病不是丢人，检查也不是找病，检查是给自己一个底，就像开车要年检，房子要维修，身体用了几十年，怎么能不看一眼呢？我见过很多长辈，最让人心疼的不是病本身，而是明明早就有信号，却一直忍，忍到最后家里人也急，自己也苦。老人最怕给孩子添麻烦，可真正不给孩子添麻烦的方法，不是硬扛，而是早点重视。还有肥胖，这个也要讲清楚。很多人说胖一点有福气，话听着喜庆，可身体不一定同意。体重太重，
膝盖受压，腰也受压，走路喘，睡觉打呼，血糖血脂也更容易乱。不是说瘦就一定健康，也不是说胖就一定有病，关键看体重是不是超出身体能承受的范围，看腰围是不是越来越大，看活动能力是不是下降，尤其是肚子大。更要注意，肚子不是福气袋，它可能是身体在提醒您代谢压力变大了。饭吃7、8分饱，晚饭别太晚，零食少一点，甜饮少一点，慢慢来，别急。老人调整身体最忌讳一上来就狠，今天不吃饭，明天拼命走，后天又坚持不住，这样不稳。真正管用的是每天好一点，少一勺盐，少一口油，多走10分钟，早睡半小时，心情放宽一点。小改变坚持久了，身体会知道。还有一些病跟年龄本身有关，人老了，骨头会变脆，眼睛会花，听力会下降，记忆也可能不如从前。这不是谁的错，年纪到了，身体零件会老化，但老化不等于放弃，该补充营养就注意饮食，该防摔就把家里地面收拾干净，该戴眼镜就戴眼镜，该用助听设备就别不好意思。很多老人摔一跤，后面问题一大串，家里浴室太滑，夜里灯太暗，拖鞋不防滑，地上电线乱，这些小地方都要管。病有时候不是吃出来的，是摔出来的，是省出来的，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您说可惜不可惜？再讲一个常见误区，很多长辈喜欢听偏方，谁说吃什么能清血管，谁说喝什么能降血糖，谁说泡什么能治百病，一听就心动。这里我一定要提醒您，别把希望全压在偏方上。身体不舒服，要找正规医疗人员评估，慢性病管理也要遵医嘱。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把生活过得更健康，但食物不是药，更不能替代治疗。保健品也一样，不要听谁说神奇就买，越是说的特别满，越要小心。真正靠谱的健康管理，从来不是一句包治百病，而是长期规律，定期检查，按医生建议来。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简单方法能把几十年生活习惯带来的问题一下子抹掉。身体不是机器，不是按一下重启就恢复出厂，身体更像一片田，您种什么浇什么，怎么照顾，时间久了就长成什么样。年轻时透支太多，老了就要更温柔地养回来。还有饮水，很多老人怕上厕所，故意少喝水，尤其是出门前，晚上睡前一口都不敢喝，长期水喝得太少，身体也会不舒服。喝水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硬灌，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有心肾方面疾病的人，更要听医生建议。一般来说，别等口干得厉害才喝，少量多次，温温的舒服就好。还有排便，老人便秘很常见，便秘和饮食太精细、活动少、喝水少、长期憋便都有关系。不要觉得这是小事，长期排便费力，人会很难受。有问题可以咨询医生，不要自己乱用方法。粗粮、蔬菜、适度活动、规律作息，这些基础事反而最要紧。病从哪里来？有时候就从不规律来。吃饭不规律，睡觉不规律，活动不规律，检查不规律，情绪也不规律。身体最喜欢稳定，每天差不多时间吃饭，差不多时间睡觉，差不多时间活动，身体就比较有安全感。最怕今天大鱼大肉，明天不吃；今天走2万步，明天躺一天；今天心情好，什么都答应，明天心情差，谁都不理。这样折腾身体也会累。还有孤独，这个话题很扎心，但要讲，很多老人不是没饭吃，不是没衣穿，是没人说话。孩子忙，老伴沉默，朋友越来越少，一天到晚屋里只有电视声，人长期孤独，心气会低，活动会少，胃口会差，睡眠也可能乱。健康不只是指标好看，也包括心里有亮光，能和老朋友聊聊天，能参加合适的社区活动，能有点小爱好，
养花也好，下棋也好，唱歌也好，写字也好，都是在给生命添热气。人不能只活着，还要觉得日子有意思。很多病之所以容易找上门，不是因为身体太弱，而是生活太冷。再说体检，体检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项目越多越好，关键是适合自己。血压、血糖、血脂、肝肾功能、心电图、常规影像和医生建议的筛查项目，要根据年龄、病史和家族情况来定。检查结果看不懂就拿给医生看，不要自己在网上吓自己，也不要看到一点异常就乱买东西。个体差异很大，同一个指标在不同人身上意义可能不同。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我们普通人要做的是别拖别乱，别自作主张。还有一点很重要，生病不是丢脸。很多老人一查出慢性病就觉得完了，觉得自己没用了，不是这样。现在很多慢性问题，只要规范管理、规律复查，生活方式配合，很多人依然可以过得很有质量。关键是别怕，也别硬扛，怕会让人逃避，硬扛会耽误时机。最好的态度是承认它，了解它，管理它。病来了，不是人生输了，真正输了是明明知道要改，却一直说下次；明明知道要查，却一直说再等等；明明知道身体提醒了，却还嘴硬说没事。叔叔阿姨，您听我一句，身体这东西很公平，您怎么对它，它迟早怎么回您。您天天糊弄它，它就用不舒服提醒您；您天天照顾它，它也会尽量撑着您。健康不是靠一次努力换来的，是靠每天的小选择攒出来的。今天这顿饭少咸一点，今天这段路多走一点，今天这口气少生一点，今天这个觉早点睡一点，今天这个检查别再拖一点。别小看这些一点点，人的身体就是靠这些一点点慢慢改变的。病是怎样得来的？一句话，病往往不是突然来的，是长期生活方式、年龄变化、遗传基础、环境影响、情绪压力和身体管理不到位一起推出来的结果。那健康又是怎么来的？也是一样，不是靠神奇办法，不是靠听来的偏方，不是靠一天两天热情。健康是从清淡一点的饭菜里来，从规律一点的作息里来，从每天慢慢走的路里来，从少生气多想开里来，从不舒服及时看医生里来，从愿意好好照顾自己里来。人到中老年，最要紧的不是和别人比谁身体硬朗，而是和昨天的自己比，今天有没有更稳一点。别怕老，老不是问题，怕的是老了还不听身体的话。别怕病，病也不是一句话就把人打倒，怕的是明明有机会管理，却一直拖。日子过到这个年纪，您已经为家里操心太多了，现在也该把自己放在心上了。饭别太重，路别太懒，觉别太晚，气别太久，药别乱吃，病别硬扛，检查别拖延。记住这几句话，比听一堆大道理实在。身体不会说漂亮话，但它最诚实。您照顾它，它就尽力陪您多走一程；您忽视它，它也只能用疼痛、疲惫和异常来提醒您。愿每一位叔叔阿姨都别等到病来了才后悔，现在开始还不晚，慢慢改，稳稳来健康。这件事不怕起不晚，就怕一直不开始。